老款野马福特大家都不陌生，但你们绝对没见过他的弟弟卡普里。当年福特为了打入欧洲市场，以野马为蓝本开发出卡普里 MK2， 一经发售大获成功。拥有这辆车是胖哥从小的梦想，这些年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，终于前几天在一个网站上找到了这辆车。他和车主约在公园见面，看得出来车子保存的不错，就是外观上有一些磕碰。胖哥说着又打开了发动机盖，里面是原装的 V6 引擎，而且车主还新换了电池。不过当胖哥深入检查时，却发现变速箱上全是油，蹲下去看前横梁也滴满了油，看来这个漏油的问题有点严重。接着两人来到车尾，发现上面凹进去一个洞，胖哥心里暗喜，这个可以作为砍价时的依据。检查完车身后，他又打开了车门，里面装潢的风格他不太喜欢，而且头顶的天窗也坏了，看来车子情况不容乐观，翻新起来估计会很麻烦。考虑到这辆车非常稀有，而且还是胖哥的梦中情车，所以他连车都没试，直接花4000买了下来。回到工作室后，强子看到车并没有很激动，只是觉得车况太差了。两人交流了基本的信息后，强子就开始着手进行修复了。他用举升机把车子架高，然后对底盘进行检查，发现漏油太严重，导致下面非常脏。不过这也让他很快的找到了问题所在。接下来强子要拆掉发动机，他先断开传动轴和变速箱的连接，然后打开前机盖，取掉里面的散热系统，最后把发动机上面的零件全部分离，用吊杆把它从车子里拿了出来。不过现在的引擎看起来太脏了，他要送去进行喷砂处理，完成后再进行下一步修复。在等待的同时，强子要顺手修一下天窗。这时胖哥突然回到工作室查看进度，强子把天窗上坏掉的卡扣拆掉，让胖哥再去买一套新的。这是一辆让上世纪男人疯狂的跑车，大名鼎鼎的英伦野马卡普里。话说变速箱和发动机喷完砂回来后，外表看起来干净了很多。现在强子要拆开修理，解决发动机漏油的问题。他先把最下面的油底壳拆掉，接着用拉拔器拿掉皮带盘，最后拆下齿轮上的正时盖。我们可以看到衬垫受损严重，这种情况会导致发动机漏油。不过发动机漏油的原因有很多，强子要继续深入检查。正时盖里面的2个齿轮颜色明显不一样，是因为原厂齿轮的边缘是塑胶材料，损耗非常快，根本不耐用。现在这个新齿轮应该是车主更换的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接下来强子清理了一下正时盖，然后来到工作台前拆掉里面的油封。别看这个橡胶圈很小，发挥的作用却非常大，它要承受曲轴的高速旋转，还要经历发动机的各种温度变化，可谓是最操劳的零件了。考虑到正时盖上的零件损耗较大，强子又买了一套新的。他把2个油封放在一起对比，必须确保二者规格相同，不然发动机还是会有漏油的可能。接着他在盖子边缘涂上一层密封剂，把衬垫牢牢地贴合在上面，最后把油底壳重新装上去，这部分问题就解决了。接下来强子要更换后曲轴的油封，这一步要比刚才简单一些，只需要把自攻螺丝拧上去，取出原来报废的油封，然后换上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这回发动机的漏油问题成功解决，强子固定好上面的螺丝，然后给它喷上蓝色的油漆。另一边的胖哥也没闲着，他开车找到一家3D 打印工厂，要重新制作天窗的卡扣。这个零件虽然不贵，但是却根本买不到，所以一旦卡普里的天窗受损，就根本无法修理。下雨天车内直接就成了水帘洞，花4000美刀买一辆古董肌肉车，翻新后竟然1分钱都没赚到。胖哥为了这辆车操碎了心。上集他拿着卡扣来到3D 打印厂，在员工录入了标准数据之后，两人在机器旁等了10分钟，一套新零件就完成了。胖哥不得不感慨时代在进步，科技在发展，看来闭门造车是完全不行的，需要多方联合发展。接着他把零件交给强子，让他赶紧开始修复天窗。强子固定上新的卡扣之后，还要制作内部的内装饰板。老车一般采用的是传统手法，就是用钢棍穿过布料里预留的通道，把它完全的撑起来，然后喷上一层工业胶水，为了粘合更加牢固，再给车内也来一层胶水。趁着胶水没有完全凝固时，强子和胖哥两人赶紧进行压制，整个车顶完全被覆盖，黑色皮革看起来很高级。接着胖哥把内饰拿走翻新，强子开始制作新保险杠。他先用钢管弯折出相应弧度，再把多余的长度切掉，最后把2根焊接在一起。这个过程往复几次，保险杠的骨架就做好了。接着他切割了一块钢板，把中间的空隙都填补上去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工业风十足，不过却非常的丑。强子用打磨机磨平焊点，看得出来完成后的表面非常光滑，也算是有了保险杠的样子。强子把它放在车上比对，尺寸不偏不倚，刚刚好。他做了最后的颜色处理后，这辆卡普里就翻新完成了。所有零件累计花费了8000多美刀。接着他开车去找胖哥，看到心仪的车子被翻新的这么好，胖哥激动的不得了。现在这辆车焕然一新，丝毫不比现在的新车差。不过这么有质感的一辆车，为什么说1分钱都没赚到呢？因为他被胖哥自己收藏了，没有卖掉自己从小的梦想。他开着车在路上肆意驰骋，非常享受现在的感觉。